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工业物联网安全及联网整合技术课程。我是中原大学电子工程学系黄世旭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硬体安全的概念 ，Introduction to Hardware Security。我会依以下的主题跟大家介绍，包括硬体安全的重要性、电路设计与硬体安全的关系、电路设计考虑硬体安全的困难，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语。那对做资讯安全的人来讲，还有对电路设计的人来讲，可能会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何，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大家能够有深入的了解。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硬体安全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硬体安全这个主题。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什么叫做硬体。硬体包括哪些东西？我们平常讲的硬体有哪些？包括 Integrated Circuit， 就是基体电路 IC， 然后包括 FPGA。然后也包括嵌入式系统 （embedded 系统），这些广义来讲，我们都叫做硬体安全。然后在物联网时代，物相连，每个东西都相连，那彼此之间呢，其实相连之后会有衍生出更多的入侵或者安全上的问题。那这些硬体安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那接下来我们讲什么叫做 security， 什么叫做安全？安全基本上呢，包括哪些？第一个就是可能的漏洞、威胁或者攻击，来自硬体上的漏洞、威胁跟攻击，这是有关硬体安全的范畴。然后呢，另外呢，也有人探讨，就说怎么去做硬体设计来做安全的防护，这也算是硬体安全。那另外呢，在整个硬体设计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维持它的安全性，还有保密性，那这个也是属于硬体安全主轴。所以硬体安全其实有3个主轴，包括怎么样去预防硬体的漏洞、威胁跟攻击，然后还有怎么样去做能够维护治安的硬体，还有怎么样去维持硬体设计过程中的安全，这些都是属于硬体安全。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攻击的模式，就是说外界攻击的模式。那攻击的模式呢，包括就是说，从那个 channel 从 channel 就直接从 channel 这边去做，从 channel 这边做攻击。那这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你有不好的编码或者呢你有不安全的通讯协定，那这些呢基本上呢是最原始的攻击模式。那基本上在这个攻击模式之下呢，你的 endpoint 呢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black box。然后要加强这样的防护，或者说是说你怎么样去做这样的最原始攻击的保护呢？基本上就是用比较好的编码或者比较好的通讯协定，这是最原始的攻击模式。那刚才讲的是最原始的攻击模式，然后接下来我介绍软体的攻击，就是更进阶一点的攻击。这攻击呢是它不只根据你的 channel， 也攻击你的 endpoint， 你的那个终端节点。那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比较 sloppy 的 user， 就是说你这个使用者呢，他不太会使用，不正常的使用。另外呢，可能是因为你收尾的 bug， 你软体本身设计有 bug， 所以就会造成软体上的治安的问题。那保护上呢，就除了你要有比较好的演算法、保密的演算法跟 protocol 之外呢，你还要比较安全的软体设计。那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软体的治安的问题。那这个领域呢，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在做探讨跟研究。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电路设计跟硬体安全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其实电路设计、IC 设计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多人在研究的领域。那 IC 设计，但是做 IC 设计的人通常不太了解硬体安全。那硬体安全跟 IC 设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那基本上呢，在
SoC IC 就是 System on Chip， 它设计的过程中它有一些 potential 的一些可能被入侵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会用到 third party 3P IP 是 third party 的 IP， 别人的 IP。那用到别人的 IP 呢，基本上这个可靠度可信度基本上是存疑的，有可能是存疑的，就是说你不知道它是否安全然后再来呢，你可能你本身的员工在做设计的时候，也许也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用到一些 CAD tool 那 CAD tool 呢，有可能它本身有一些有无意的 unintentional 的一些漏洞有无意的，但是呢不小心造成了一些漏洞。比如说我们之后会举例don't care 也可能会有一些漏洞产生然后呢再来就是晶圆厂本身那可能是否可靠然后再来就是你本身的 end product 部分那你的 end user 那或者可能 end user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然后或者就是你的有可能有一些专业的骇客专业的攻击或者别人的 remote 的攻击，都有可能造成你这整个 SoC 的 design process 里面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潜在的威胁。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硬体漏洞的一些来源。第一个就是你的 design 的 mistake， 就是说你设计的一些问题，设计造成问题。那这可能不见得是你故意设计的，但是就是可能是 unintentional 的，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因为你有漏洞，在你 hardware 的 implementation 上你有漏洞，然后造成了一些问题。那再来就是 CAD tool EDA 的工具IC 设计动画工具里面，那尤其我们之后会举例，像 don't care 的 condition，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了一些漏洞那所以这也可能会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 design for testability DFT， 那 DFT 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为了让你的 IC 呢比较容易测试，所以你可能会提高，可能会做一些 DFT， 然后增加你的 controllability 跟 observability， 就比较容易去控制跟观察你的电路内部的行为。但是相对的，这也容易让入侵者更容易去掌握你电路的内部的行为。所以呢，增加 DFT 可以让你比较容易设计，比较容易 debug， 但是相对的，这也让你的入侵者更容易去观察到你的电路，所以呢，这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大量的漏洞。这个例子呢，是跟大家解释一个设计上的错误，就是说为什么设计上的错误会造成硬体安全上的漏洞。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说看起来这个设计是也没什么问题，那这个电路看起来也是 work， 但是呢，它有一个硬体安全上的漏洞，就是说它把 key 存在 register， 那存在 register 之后呢，其实攻击者呢就有可能从 register 这边去下载到你的 key， 那所以呢，这个虽然说方形上可能看起来没问题，但其实却隐藏了一个硬体安全上的漏洞，这是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电路设计考虑硬体安全的困难就电路设计考虑硬体安全的困难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电路设计者之前呢，主要专注在电路要 function work 那并没有去考虑硬体安全的问题那如果要考虑硬体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困难那第一个就是说，许多电路设计者他其实并不了解资安的需求因为许多电路设计者他其实之前对资安的训练并不太够，并不太了解说资安需要什么样的需求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也是成本上的考量了，就是说，当你今天硬体要考虑硬体安全的时候，电路设计要考虑硬体安全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增加你电路的成本。那也许你的 timing 会变长，delay 会变长，你的 area 会变大，面积会变大，你的 power 会变大所以呢，你考虑安全那你的成本增加了那你就变成说是你的安全考量跟成本之间的一个trade-off因为你成本也影响到你的竞争力，那这个安全它的重要性跟你的成本的考量之间变成一个互相的冲突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电路设计都需要CAD 的工具，那所以呢需要 CAD 工具来做支援，所以呢，如果 CAD 工具没有办法做适当的支援的话
好，那很多安全上的考量也就没办法做，好，所以呢，这需要 CAD 工具的支援。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哈，就是 DFT Dynamic Traceability， 好，其实会让你的更容易被观察跟控制哈，电路本身会更容易被观察跟控制。那所以呢，硬体安全跟电路的可测试性之间呢，其实它本质上是有一些矛盾的。那今天呢，其实我大致上呢跟大家介绍了硬体安全的重要性，以及跟大家说明了电路设计考虑硬体安全上的困难。那我相信同学呢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但是呢同学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就是说那个硬体的漏洞会有哪些？那我下次上课会再进一步跟大家做说明。谢谢大家。